穿越西游，西天如来算定你将为佛门大兴铺路，天庭玉帝也早已布下棋局等你登场。你本该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却死活赖在石头里当缩头乌龟，只因你看透自己当棋子的一生，沦为佛门走狗的命运，而你意外绑定了狗的系统，只要不出事就能好好奖励。看着你迟迟不出事，此时的西方灵山大雷音寺中却是有人坐不住。正在讲经的如来停下了他的说法，心里有一丝不安。不对，离花果山那顽石出世之日已过2日，为何还没感受到？他连忙转头看向座旁普贤菩萨，普贤，那顽石出世恐有变数，你速去花果山一探究竟，若能顺手助那顽石出世是最好。说到这里的如来顿了一下，似是想到了什么。对了，切莫对那顽石用强，你境界高深，恐伤其根基，无法在日后的大劫之中堪当大任。而此时的花果山周围无数仙光荟萃凝聚，灵气翻涌沸腾，你强忍着心中想要出世的冲动，端坐于石胎之中吞拿吐息。距离上次延缓出世已经过去了5日，再过几天你就能薅取下一波延缓出世的系统奖励。在这5日的修行之中，你的境界也在水涨船高，仅仅几日就从地仙来到了天仙7重的修为，再过几次便能触摸到破境的关隘。你叹了口气，面对诱惑必须得忍住啊！西游世界仍是大罗遍地走，金仙不如狗，更别提有如来玉帝等准圣的顶尖战力坐镇3界。以自己目前的根脚修为，但凡出世，必定免不了被算计的命运。就在你思考之际，远处的天边忽有金光掠来，一名菩萨身披袈裟，乘坐黄牙白象朝着花果山这边飞来。黄牙白象，西方灵山4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，而他脚下的坐骑正是日后狮驼岭4大金刚之一的白象精。看来黄牙白象尚未下凡作恶，应是我还未出世的缘由。你待在石胎之中，心中已然猜到了他的来意，应是如来老儿那边觉察到我迟迟没有出世，令普贤亲自过来查探。思量之间，普贤已然乘坐黄牙白象来到了花果山顶，隐于云端之间，暗中投下神识观望你。奇怪，这顽石怎么好像比之前要玉秀许多？普贤下意识地伸手掐紧推演，却在推到一半之时停了下来。不对，为何我竟无法推演这顽石发生了何等变化？随即他来到了你面前，伸手抚摸着石胎，这石胎品质似乎有所提升，变化竟是连我也看不透。莫非这石猴正是因此延缓出世？普贤眼珠一转，瞬间想到了2种可能，要么是石猴根脚提升灵气不够，要么是胎壁变厚刺激不够。想到这里，普贤打定主意，他要故技重施，引天地灵气助石猴造化。下一秒，他挥动手中如意，花果山周围的天地灵气瞬间被提纯，化作无边潮汐疯狂涌向石胎。那精纯如水的灵液不断渗入石胎之内。石胎中的你双眼微眯，没想到这秃驴竟是来送福利的。你当即不再客气，立刻运转玄功，开始疯狂吸收这白送的逆天造化。刹那之间，海量灵气如长鲸吸水，疯狂涌入石胎。云端上的普贤见状大喜，高呼一声有效，便更加卖力的炼化灵力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石胎里的你正在照单全收，境界开始做火箭般飙升，天仙8重，天仙9重，天仙10重大圆满。仅仅半天，你就冲破天仙至5，只差半步便能踏入真仙。这普贤真是个好人啊！就在你感叹之时，一股澎湃气息自你体内冲出，竟是当场突破真仙。就在那突破气息即将泄露的千钧一发之际，你猛然惊醒，立刻用觉醒时得到的混沌珠，用混沌气息将所有异象死死遮掩。此时，云端的普贤对此毫无察觉，反而抽干了方圆万里的灵气，竟开始消耗自身法力继续灌溉。牙关一咬，拼了！然而他不知道，他耗费心血的法力正被你用来巩固刚刚突破的真仙根基。真仙1重，真仙2重，随着境界再次提升，普贤终于察觉不对劲，他2层法力都快耗干，这石胎怎么还像个无底洞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莫非这石胎根本出不了事？就在他怀疑人生，准备放弃时，那仙石突然9窍放光，石壁内甚至传来微弱的心跳声。普贤瞬间精神大振，以为石猴终于要出世，于是拼着老命继续加大灵力输出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石胎里的你嘴角正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意。还好我机智，不然这免费的充电宝就要跑了。没错，普贤果不其然上了当，而你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，疯狂薅羊毛。时间转瞬即逝，你的境界一路狂飙，真仙3重，真仙5重，真仙9重，整整3天，普贤的灵力被耗去近5成，连黑眼圈都熬了出来。他看着纹丝不动的仙石，终于察觉不对劲，干了，我快干了！一个区地仙修为的石猴，需要他一个大罗金仙近半的法力，这能量就是块普通石头都能未呈现。普贤看着那因为灵力停止而再次亮起光芒的仙石，一个荒谬的想法猛然升起，难道这顽石在耍我，故意薅我灵力？可他瞬间又否定了这个想法，一个未出世的灵胎哪来这种逆天心机？他推断一定是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对。普贤眯起眼睛，一个更狠的念头冒了出来，要不直接轰碎石壁，强行让他出世。但这个想法刚露头，就被他死死压下。如来可是叮嘱过，用强会毁了根基，坏了西游大计。罢了，普贤不敢再赌，决定先回禀佛祖，再做打算。普贤刚走，你还有些不舍，这秃子怎么跑了？我差一点就真仙大圆满了。可惜归可惜，能白嫖这么多天灵力，已经血赚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提示音猛然响起，恭喜宿主成功抵抗普贤捣乱，延缓出世10天，奖励开始下发。下一秒，3道金光直接砸进你的识海，奖励大道蒲团1，奖励神通净化灵液1，奖励气运功德300万。你心中一喜，童子这次出手简直毫无人性。大道蒲团可是修行加速馆，神通净化液刚好能升级你的破妄精筒。至于300万功
功德，更是连圣人都眼红的好东西。你毫不犹豫，当即将大道蒲团取出垫在身下，刹那间，周围被抽空的天地灵气疯狂倒灌，整个石胎仿佛变成一个灵气制造机。然而就在你修炼时，石胎外竟然出现了2个鬼鬼祟祟的身影，那是一紫一红2只小狐狸，正撅着毛茸茸的大尾巴，一步步朝着仙石摸来。紧接着，2只狐狸竟对着仙石俯首作揖，咿咿呀呀的似乎在祈求。见你没反应，他们胆子更大了，竟直接贴上石壁，开始贪婪地吸收着从石胎内散出的残余灵气。石胎内的你见状，扑哧一笑，感情是遇到了2个来蹭吃蹭喝的小狐狸精。既然如此，那俺老孙就帮你们一把。你催动着蒲团，将2壶笼罩在无边道韵之中，继续你的修行。受到先前普贤灵力的滋养，你的境界很快就冲到了真仙10重大圆满，只差半步便能突破真仙，晋升玄仙。另一边的灵山大雷音寺已经彻底乱套，普贤菩萨满脸羞愧，匆匆赶到如来面前，低头禀报：普贤愧对佛祖，没能让那石猴顺利出世。如来眉头一皱，那顽石还未出世。普贤连忙将花果山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，不仅没让石猴出世，自己反倒被吸走近5成灵力。面对普贤的回答，如来的眉头拧得更紧了。那仙石怎会突生如此变故？普贤愁着脸，表示自己推演不出任何天机。如来心神一动，决定亲自出手。既如此，本座来推演。作为佛门之首，准圣大能，推演一个尚未出世的石猴，本该是手到擒来。然而下一秒，如来猛然睁开双眼，满目都是不可置信。怎么会？我竟无法推演出那顽石半点信息。这下如来彻底坐不住了。那仙石的一切信息仿佛被天道抹去，他竟失去了所有判断。一个恐怖的念头在如来心中升起：莫非有人替那顽石遮掩了天机，连我也无法探查？莫非是圣人出手？想到这里，如来心神一动，一道佛迹瞬间飘向南海。不多时，观音手持净瓶甘露，匆匆赶来。他刚一落地，还没来得及问候，如来就一脸凝重：出变故了。花果山那石猴根脚产生变化，久未出世，佛门多年布置将功亏一篑。他当即下令，让心思缜密的观音随普贤同去花果山一探究竟。此去花果山，务必要让那石猴出世。听着如来吩咐，此时的观音也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。世尊放心，我此去定不负所望，叫那石猴出世，不耽误我佛门西行大计。话音未落，他便与普贤一同驾驭，急急朝着花果山飞去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此时的花果山早已天翻地覆，已自石胎中骤然睁眼，一股玄奥气息轰然爆发，已从真仙突破到玄仙之境。一时间，天地色变，灵气如潮水般涌向花果山底，无边瑞彩普照万物。那2只小狐狸更是欣喜若狂，紧靠着石胎疯狂吸收逸散的灵气。破境之后，你也毫不停歇，直接从系统空间取出另一道奖励——神通净化灵液。如今我玄仙已成，正好试试这灵液的效果。想到这，你仰头一口服下，同时运转先天神通。下一秒，无数法则之力疯狂涌向你的双眼，你的双目开始迅速产生惊人的变化。片刻之后，一道神光自你的双目之中猛然迸射，朝着天穹之上直接射去。好在你心中早有准备，混沌珠瞬间祭出，一道道混沌之气散出，将神光的意象压下。随后，你的个人信息便产生了改变：姓名孙悟空，资质混沌石猴，境界玄仙1重，功法八九玄功，神通破妄神童，法宝混沌珠，大道蒲团。看着自己的个人信息，你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意。新增了一个破妄神童，可看破一切虚妄而不被察觉。就在你准备试试威能时，远处天边隐有霞光荟萃，不由得令你心神一动，暗自运转破妄神童看向天边。只见视野之中，普贤菩萨与一身穿素衣，手持净瓶，脚踩莲台的菩萨正驾云朝着花果山这边掠来。这装扮，南海观音菩萨，只一眼你便认出来了普贤身旁的观音菩萨。毕竟观音菩萨的净瓶和素衣形象太过经典，佛门这是眼见普贤无法让我出世，邀帮手一起过来了。在觉察到观音和普贤无法觉察自己的神童注视之后，你便大大方方地观察着2人。片刻之后，普贤便与观音一同来到了花果山顶。普贤隐于云层之间，率先对着观音询问：观音尊者，你打算如何助这泼猴出世？观音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，而是放出神识，看向下方你所处的石胎。他的柳眉便轻轻地挑了起来。这顽石品质确有提升，与我上一次来大不相同，便是身为准圣的我也看不穿。话语之间，观音素手将手中玉净瓶轻轻抬起。我手中净瓶甘露乃集天地精华所生，可以生死人肉白骨，以此甘霖浇灌顽石，替他补全本源，想必便能助他提前出世。随即他直接将手中玉净瓶口对着下方，素手一挥，瓶中甘露化作氢气，朝着下方仙石之上浇灌而去。眼见此景，普贤的精神一震，连忙凝神看向下方的仙石。而此刻身处石胎之中的你，眼见观音动作，也是瞬间明白了他想要做什么。观音菩萨这是想用他玉净瓶中甘霖来教我，助我出世。此等灵物既然来了，那我便不能浪费，感受甘霖浇身。此时的你连忙从石胎之中盘腿坐起，运转八九玄功，开始吸收这些甘霖。就连原本靠在你石胎旁的2只小狐狸也感受到了这甘霖非凡，立马打起精神，吸收着你未曾完全消化的残余灵力。这顽石身旁居然有2只小狐狸，上方的观音也察觉到了2只小狐狸的存在，但却并未在意。2只未曾化形的小狐狸而已，只是吸收这石胎剩下的残羹，影响不了什么，就当赐给他们的机缘。思量之间，观音菩萨继续控制着甘霖朝着你的石胎之上浇灌。然而当浇灌不知不觉间进行到第3天的时候，普贤的脸上不由得有些狐疑：尊者，你这甘霖是不是掺水了？听着普贤的质疑，此时的观音不由得瞪了一眼，有些怀疑的看向自己手中净瓶。不对啊，我这甘霖浇了3天，便是一块普通石头也该成精了，这玩意是怎一点反应没有？莫非这时候不吃这一套？质疑之间，观音不禁停下了甘霖灌溉，因为这甘霖乃是观音级天
天地精华所炼，无比珍贵，浪费如此之多，便是他也十分肉疼。就在这时，下方的你感受到了观音的灌溉停止，连忙控制石胎七窍放光，心跳声咚咚响起。见状，观音不由得将牙一咬，七窍生光，仙音透明。看这顽石状态，想必应该是距离出世不远了。我再教2日来助他出世，而你在观音净瓶甘霖的滋养之下，配合着大道蒲团的灵韵，境界在不停提升，玄仙4重，玄仙7重，修为在稳步提升的你面上满是喜意。佛门的人真是好心啊！但相反的，有人却是坐不住了。这都5天了，这顽石还不见出世。花果山上空的云层之中，观音菩萨一脸肉疼的看着自己手中的玉净瓶，看着下方因为自己停下净瓶甘霖灌溉，又重新亮起仙光的仙石。此时的观音一双柳眉之中都不由出现了狐疑，我怎么感觉这仙石是刻意亮起仙光引我浇灌？眼见观音怀疑，身旁的普贤连忙出声，我也怀疑，先前我以灵力滋养这顽石，停下滋养它便如此，总觉得是在故意制造此景。闻言，观音的柳眉不由得瞬间倒数，普贤，你为何不早与我说？眼见观音发怒，普贤连忙出声，尊者，不是我不想说，而是我先前见你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，不忍打搅，若是因此真耽误尊者让那顽石出世的时机，那岂不是罪过？听着普贤的辩解，此时的观音不由得冷哼一声，彻底停下了手中的动作。这顽石恐怕与你我原先推测的不太一样，其中可能出运灵石，我们先前的思路肯定有误。观音的双目之中不由得升起一抹冷意，既然文的不行，那我们就来武的，滋养不行，那就暴力破除。我就不信了，区区几块石壁还能拦得住我佛门西行大计？听着观音的话语，一旁的普贤心中不由得升起一抹不祥的预感。你我修为皆为准圣，那顽石内中神灵未出世，十分弱小，若是贸然出手，一个不小心伤了那顽石本源，岂不坏事？面对普贤的担心，观音白了身旁的普贤一眼，谁跟你说要我等亲自出手？我们不能出手，但可以去找别人出手。一旁的普贤双眼不由得瞬间亮了起来，尊者所言极是，可是我们该寻何等帮手呢？观音将目光淡淡的朝着头顶上空瞥了一眼，自然是天庭。此次西行大劫虽说大力我佛门中兴，但天庭也不是没有功德可领，既然他们想要从这大劫之中获取功德，那岂能有坐视不理之意？你且在此守候，我去天庭找玉帝给我们安排点人手帮助。吩咐完毕之后，观音便乘坐莲台朝着9重天阙径直飞去，而普贤则是重新将自己的心绪调整过来，安静守在花果山上空等候观音。下方花果山顶，已通过破望神童眼见观音驾莲而去，不由得眨巴了自己的双眼，走了，他不上当了。通过这次净瓶甘霖的浇灌，以自身境界也来到了玄仙8重，很快便要到达金仙修为。也不知道观音这次离开是憋的什么主意，想要让我出世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熟悉的提示音在脑海之中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成功抵抗观音捣乱，延缓出世，开始下发奖励，奖励雷火断体诀1，奖励3000年蟠桃20，奖励气运功德300万。听着系统的奖励声，你双眼不由得亮了起来。没有想到，没有到系统的预计延缓时间，抵挡捣乱也有奖励。兴奋之间，你连忙看向了自己刚刚获得的系统奖励：雷火断体诀，洪荒顶级功法，可增加自身雷属性抗性，可引天雷断体，天雷越是精纯，断体效果就越好。3000年蟠桃，3000年一生的蟠桃，福之可延年益寿，增加修为。看着自己刚刚得到的奖励，你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抹笑意，又得到了一部新的功法，和还有20颗3000年的蟠桃。你直接从系统空间中掏了1颗蟠桃出来，靠着石胎大口咀嚼了起来。9重天阙，凌霄宝殿，玉帝正高坐丹翅神座之上，面无表情地听着下方的仙官神将们禀报工作。便在此时，一名身披金甲的天兵自殿外匆匆而来，启禀陛下，蓝海观音菩萨自殿外求见。蓝海观音菩萨听着金甲天兵的禀报，宝殿之中的一众仙官神将不由得议论纷纷，他不是佛门的菩萨吗？怎么来我天庭了？倒是身坐神座之上的玉帝此时目中神光闪烁，似是猜到了观音菩萨的来意。身旁的太白金星看了一眼玉帝的表情，心中瞬间了然，对着那名金甲神将轻轻点头。随后金甲神将嘹亮的声音自殿前响起，宣。随着洪亮的话音落下，一身素衣的观音菩萨手持净瓶快步走入宝殿之中，对着身在神座之上的玉帝起手行礼。见过大天尊，玉帝也是坐正了身子，面无表情地看向身前的观音。观音尊者，你有事寻我？面对玉帝询问，此时观音菩萨不卑不谦地对着玉帝出声：贫僧来此是为西游一事而来。玉帝的脸上表情瞬间变得精彩起来。西游大劫，是大劫发生了何等变数？劳烦观音尊者亲自来我天庭求助。观音菩萨也不做隐瞒，直接对着玉帝道出了所有事情。玉帝身为如今3界主宰，又早已得知西游消息，岂会不知道那边出了岔子？那不知尊者需要何等帮助？闻言，观音连忙出声：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方法用错了，不应以滋养为主，许是以外力破除石壁更为恰当。特来请大天尊派遣2位修为合适的神将相助，去将那顽石石壁打破，令其出世。听着观音菩萨的话语，高坐丹翅之上的玉帝轻轻点了点头，目中露出了然之色：朕知晓了。随后，玉帝将目光扫过了凌霄宝殿之中一众仙官神将，既然是关西游大劫，那此事便是耽搁不得。我这满朝仙官神将，尊者若是有看上的，但选无妨。观音也不拘泥，很快便有了主意，不能派太高修为的，就派你天庭内雷公电母2人前去。2人修为是玄仙大圆满，又常司雷劫，对力道控制十分精准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听着观音的话语，玉帝的眉头不由得轻轻皱了起来，目光扫向殿内雷公电母。雷公电母，既然观音尊者点名要你们去帮忙，那你们便去。是，陛下。话语之间，2人匆匆起身，对着观音菩萨一脸恭敬的出声：观音尊者，请。观音见状也不墨迹，当即出殿，领着2人径直朝着花果山而去。来到花果山顶，观音指了指前方
方的仙石，辛苦二位了。劳烦二位即刻降下雷霆，让那顽石之中斥候出世。雷公电母纷纷点头，随后心神一动，各自法器出现手中，体内灵力翻涌。随着两人周身雷电之力的涌动，花果山上空原本万里无云的碧空，刹那之间黑云如浓墨汇聚，将整片天空遮蔽。咔嚓嚓，一道道紫色的雷霆也于天穹之上疯狂汇聚，如同雷蛇一般翻涌在劫云之间。整座花果山如同被末世笼罩，而身处石胎之中的你，此刻也于修行之中睁开了双眼，看向了上空之中隐于劫云之上的雷公电母，目中神芒闪烁。看来观音是去天庭请了助手，要以暴力将我石胎破开。天雷是吧？俺老孙全部笑纳了你！立刻在石胎之中盘腿坐在大道蒲团之上，开始运转天雷断体诀，借着雷公电母所劈下的天雷开始修行。随着天雷断体诀的运转，那些劈向你的天雷竟是在这一刻纷纷被你的石胎所吸收，顺着石壁没入其中。下方的两只小狐狸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波及，两只原本闭着眼睛发着抖的小狐狸抖了半天，没有感觉到任何被雷劈的痛楚，不由得轻轻睁开了自己的一只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上空。随后他们便见到了令他们这一辈子都难以忘却的景象。只见视野之中，那宛如灭世一般的漫天雷霆全部被石胎拦在了上方7尺不到的距离。石胎宛如一尊神明，为他们制造了一处十分安全的港湾。这一刻的石胎背影在两只小狐狸的眼中变得无比高大，而上空的雷公电母眼见此景，则是瞪大了双眼。这顽石如此神异，竟能吸收我们的雷电，就连身旁的普贤眼睛都不由得跟着眯了起来。不应该啊，按理来说天雷是一切妖灵的克星。一旁的观音倒是面色淡然，这顽石倒是神异，居然主动吸收天雷，继续劈。那顽石应该扛不住几下。面对观音的吩咐，此时的雷公电母继续加大灵力输出，控制着漫天的雷电朝着下方的石胎之上疯狂轰去。轰隆隆，整座花果山在这一刻都被狂暴的劫雷轰鸣响彻，花果山巅更是被无边雷海淹没，世界都被天雷染成了一片银白，伸手难见五指。那些躲在山洞之中的妖灵们听着外面的天罚之音，吓得连头都不敢探，生怕被盯上。你的修为也在这一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。雷公电母他们真是好人啊，知道我刚刚获得了这天雷断体诀，就迫不及待的过来送天雷了。你看着上方卖力的劈着雷霆的雷公电母，嘴角扯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。今日就让俺老孙借着滚滚天雷破金仙关隘。花果山上空的劫雷已持续了整整8日，劫雷之下，身为当事人的雷公电母灵力几近枯竭，眼圈发黑，容颜憔悴。若非观音及时撒下净瓶甘露续命，恐怕早已力竭倒下。然而那矗立在山巅的仙石却纹丝不动。不仅如此，石身缝隙间竟有电弧流窜，仿佛在吞噬天雷，化为己用。尊者还劈吗？雷公的声音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一旁的电母更是满腹幽怨，疲惫的补充道：我们都快被榨干了，可这石头又臭又硬，再劈下去恐怕也毫无意义，不如另想他法。看着二人憔悴的模样，观音脸上也闪过一丝尴尬。人是他从天庭借来的，如此不眠不休，确实有些强人所难。更让他心惊的是，这顽石在天雷轰击下毫无反应，这让他不禁怀疑，难道是这石胎根脚不凡，竟对雷电产生了抗性？可就此放弃，他又心有不甘。于是观音银牙一咬，沉声道：再劈1日，若还不见动静，便请二位返回天庭复命。话音未落，他指尖一弹，2滴甘灵自净瓶飞出，没入雷公电母口中。得了甘灵滋养，二人精神一振，只得咬牙再次引动9天雷霆，猛然劈向下方顽石。仙石之内，你却对观音充满了感激，还是观音菩萨心善，竟不惜消耗甘灵，也要助我修行。连日来的天雷断体，已让你的修为暴涨至玄仙大圆满，距离金仙之境仅有1步之遥。感受到新一轮更为狂暴的雷电降临，石胎中的你放声大笑：来得好，就让你们成为我踏入金仙的养料。与此同时，9重天阙、凌霄宝殿，众仙神透过昊天镜望着内在无边雷海中安然无恙的仙石，不由得议论纷纷。这顽石怎么如此抗造？是啊，雷公电母都快累脱相了，他竟半点事没有。听着殿中此起彼伏的议论，高坐于宝座之上的玉帝，嘴角却在此刻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顽石不出，佛门吃瘪，这盘大棋中竟出现了如此有趣的变数。他身旁的太白金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目光在玉帝微扬的嘴角和昊天镜中的仙石之间流转，眼中也随之闪过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。与此同时，花果山之巅，沐浴在雷海中的你猛然睁开双眼，一股浩瀚无边的气息自石胎中轰然爆发，要突破了。你心念一动，混沌珠瞬间祭出，一股玄黄色的混沌气息弥漫开来，将周身的气机彻底隔绝。观音与普贤就在上空，绝不能让他们察觉到分毫。静止继承，你便不再压抑，任由体内磅礴的力量肆意奔涌，道道神光环绕石胎迸射，先天灵气在头顶飞速汇聚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武器随之交织升腾，最终在头顶凝聚成一朵璀璨的金花，缓缓绽放。3花聚顶，武器朝元，轰！金仙的威压在混沌珠的遮蔽下肆无忌惮的爆发，一个全新的境界已然触手可及。金仙，俺老孙终于是金仙了！这是无论在天庭还是灵山都足以拥有一席之地的境界，是真正立足于3界的根基。狂喜之中，你稳住心神，趁着雷公电母还在卖力的劈打，贪婪的吸收着最后的雷霆，用以稳固刚刚突破的根基。而这一切，上空的观音与普贤，以及兢兢业业引雷的雷公电母浑然不觉。终于又1日过去，雷声渐歇，雷公电母气喘吁吁的停下动作，虚弱的望向观音，声音里满是哀求：尊者，可以了吗？我们真的快不行了。看着二人那深陷的黑眼圈，观音菩萨脸上也透出几分尴尬，他干咳一声，摆了摆手：罢了，连劈数日，这顽石都纹丝不动，想来是天生对雷法有抗性。二位辛苦，且先回天庭复命吧。雷公电母如蒙大赦，连忙躬身行礼：多谢尊者体谅。话音
音未落，便迫不及待地驾云欲走。然而就在他们转身的瞬间，观音的声音却再次响起，叫住了二人。等会儿，我与你们同去。此法无用，想来是这顽石天生不惧雷霆，我需亲自去凌霄宝殿面见大天尊，另寻他法。雷公电母早已累得说不出话，闻言只是无力地点了点头。随着观音化作流光，径直射向九重天阙。花果山巅，感知到那三股气息彻底远去，石胎中的你不由得生出一丝惋惜。这免费的天雷断体终究是结束了。不过你也清楚，这种好事本就可遇不可求，对方察觉不对，自然不会再耗费本源为自己做嫁衣。内视己身，经过连日雷霆淬炼，修为不仅一举冲破金仙桎梏，连这身石胎都变得愈发坚不可摧。布在身下的两只小狐狸更是安然无恙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轰然响起：恭喜宿主成功抵抗雷公电母，延缓出世30天，奖励开始下发，奖励极品先天灵宝混沌神铁棍，奖励混元禁制9道，奖励大日东黄金，奖励气运功德500万。你心神俱震，双眼瞬间迸发出璀璨的金光。这次的奖励远比想象的还要丰厚。心念一动，信息便如洪流般涌入神识，一根通体玄黑、缠绕着混沌气息的神铁棍在意念中显现。仅仅是感知其存在，便能体会到那股开天辟地、力破山河的恐怖威能。这混沌神铁棍乃是极品先天灵宝，比日后那根后天功德灵宝定海神针不知强了多少个品阶。紧接着，9道玄奥无比的禁制符文凭空烙印在你的元神之上，混元大罗金仙之下，万法不侵。这意味着，只要天道圣人不亲自出手，即便是如来佛祖与玉皇大帝亲至，也休想撼动你分毫。最后，一篇古老霸道的经文如烈日般在你的识海中燃烧。大日东黄金，昔日妖皇太一的天赋神通，可炼化天地炎火，铸就大日神体，深化大日，炙烤乾坤。感受着这3样足以震动3界的至宝和那磅礴的功德气运，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传遍全身。爽，这些才是你真正安身立命、搅动风云的本钱。你正愁攻防手段匮乏，系统便送来了这般神兵与禁法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你再不迟疑，神念一动，开始将奖励与自身融为一体。首先便是那9道混元禁制，心念微动，9道玄奥符文便从元神中浮现，如同活物般瞬间烙印在石胎内壁之上。刹那间，整个石胎都为之一震，原本坚硬的石壁仿佛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，闪烁着混沌不明的光泽。更让你惊喜的是，随着禁制布下，石胎内部竟豁然开朗，化作一方可供你自由行动的小洞天。终于不必再蜷缩着，压抑许久的束缚感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你心神在动，那根混沌神铁棒已然握于手中，一股血脉相连之感油然而生。大，神铁棒应声而长，瞬间捅破了这方小洞天的虚空。小，又在念动间化作一根绣花针，灵巧的在你指尖跳跃。你随手挽了几个棍花，棍锋竟撕裂出细密的黑色空间裂缝，威力无穷。收起神铁，你盘膝坐于大道蒲团之上，开始尝试运转大日东黄金。功法一经催动，方圆百里的天地间，一丝丝肉眼不可见的炎火法则之力竟被强行抽离，如百川归海般缓缓向花果山巅的石胎汇聚而来。与此同时，高悬于云层之上的普贤菩萨猛然心生警兆，他双目一凝，金光闪烁，锐利的目光瞬间穿透云雾，死死盯住了下方的石胎。错觉吗？此地的天地法则尽在异动。他心中惊疑不定，莫非是这顽石在作祟？普贤不敢大意，磅礴的神识如潮水般顷刻间覆盖了整座花果山，寸寸探查。然而石胎内的你却对此恍若未闻，依旧我行我素地汲取着炎火法则，有混元禁制护体，再无半分顾忌，即便被发现又如何？片刻之后，你缓缓收工，眉头微蹙。金仙修为终究是浅了些，仅能初步引动天地法则，况且这地炎火法则稀薄，炼化大日神体只能水磨功夫，缓缓积攒。你倒也不急，观音去天庭搬救兵，一来一回至少也要数日，正好给了安心修炼的时机。目光转向身旁，那2只依偎着你的小狐狸，在甘霖与天雷余韵的双重造化下，竟隐隐有了化形之兆，身后更是多出了半截毛茸茸的尾巴，总算要化形了。你心中一动，一丝期待悄然滋生。在这无边孤寂中，若有2个小家伙能陪着解闷，倒也不错。9重天之上，凌霄宝殿，玉帝透过昊天镜，将观音领着雷公电母狼狈而归的景象尽收眼底。他那威严的面容上，嘴角不易察觉地勾起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。西行功德固然诱人，但能亲眼看到佛门吃瘪，却也是一桩妙事。因果之下，天庭不得不配合佛门演这出西游大戏，可这并不代表他乐见佛门大兴。如今天庭已然出过力，再无法让那顽石出世，那便不关自己的事情了。玉帝指尖轻扣神座扶手，眼中神光闪烁，这顽石倒是非凡，若是当真无法出世，倒要看佛门那边如何西行不道。启禀陛下，殿外观音尊者求见。凌霄宝殿之中，金甲神兵对着玉帝扶手启奏。来了。此时的玉帝嘴角露笑，收起了手中昊天镜。宣。很快，观音便带着挂着2个大黑眼圈的雷公电母入殿，参见陛下，见过大天尊。年礼。玉帝手臂轻轻抬起，似笑非笑地看向3人。此去下界战况如何？可有令那顽石出世？面对玉帝的询问，观音轻轻摇头，没有。雷公电母更是连忙跪下起手，陛下，都怪臣等无能，即便使出浑身解数，也不能让那顽石出世，还请陛下降罪责罚。然而玉帝却大度地摆了摆手，语气宽和的有些反常，此非你们懈怠之过，是那神识太过神异，何罪之有？他话锋一转，倒是辛苦你们了。为了助观音大事，连雷道本源都有所损伤，你们下界数日，想必也是累了。现
先去休息，好生补充神力吧。雷公电母闻言如蒙大赦，连连叩谢后仓皇退出了大殿，仿佛多待1秒都是煎熬。偌大的凌霄殿瞬间只剩下玉帝与观音2人，气氛也随之变得微妙起来。玉帝这才将目光完全锁定在观音身上，慢悠悠的开口：“大事，你既已归来，却又随他们一同前来，可是对我天庭还有所求。”他特意加重了“有所求”3个字，享受着让佛门低头的时刻。观音深吸一口气，明白今日必须伏低姿态。他藏在袖中的手微微攥紧，面上却依旧保持着谦恭。实不相瞒，大天尊，贫僧前来的确对您还有所求。听到这声恭敬的大天尊，玉帝眼中的暗爽一闪而过，嘴角的玩味笑意更深了。哦，大事但讲无妨。观音强压下心头的不快，沉声道：“大天尊，那顽石久不出世，西行大计便无法开启，长此以往，恐将影响天道大事。故而贫僧此次前来，是想再向大天尊借一位帮手。”玉帝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，大事是觉得雷公电母做的不到位？非也。观音银牙暗咬，雷公电母已是尽心尽力，只是那顽石毫无动静。贫僧心中有2个猜测。他顿了顿，其一，贫僧怀疑那顽石天生对雷法免疫，甚至可能亲近雷道，反将天雷吸收炼化，故而不受影响。其二，便是雷公电母的修为或许尚有不足，需要更为强力的仙神出手。大事所言在理。玉帝轻轻颔首，随即又将问题抛了回去，却不知大事这次想请我殿中哪位爱卿相助。这下观音不再遮掩，他的目光穿过众神，径直落在了队列中一位身披红袍、赤发红髯的神将身上。人选，贫僧在来的路上便已想好，想请火德星君罗轩助我下界，以南明离火，炼化那块顽石。火德星君，此话一出，场中众神一片哗然，纷纷侧目，所有仙神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队列中那位赤发红袍的神将罗轩。那可是燕中仙罗轩，封神大战中凶名赫赫的猛人，一手神火足以焚天煮海，更是货真价实的太乙金仙。我被点名的罗轩眉头微蹙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显然也没料到佛门会请自己出山。宝座之上，玉帝似笑非笑地看着观音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大事，雷公电母不过玄仙，而火德星君可是太乙金仙，这其中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。”他拖长了语调，带着一丝玩味的压迫感。而且火德星君功伐之力冠绝天庭，你确定要正派他去，就不怕他一不留神把那块宝贝顽石直接炼成飞灰了？不怕。此时的观音心中主意打定，正因雷公电母已倾尽全力，那顽石却纹丝不动，才足以证明其根脚不凡。寻常金仙恐怕都奈何不得，必须请罗轩真君这等大能出手。玉帝听完，轻轻颔首：“大事所言有理，那此事便依你。只是倘若连罗轩都无功而返，那顽石依旧不出世。大事若是再来这凌霄殿要人……”话音未落，观音已然素手一摆，截断了他的话：“大天尊无需担心，只要罗轩真君尽力而为，此次若是再不成功，贫僧绝不再来叨扰，必会另寻他法。”好。玉帝终于点头，目光转向罗轩：“既如此，那便有劳火德真君随大事走一趟了。”罗轩没有多言，只是对着玉帝抱拳一礼，沉声道：“谨遵陛下吩咐。”随后他便在众神的注视下，随着观音一同转身，化作2道神光，径直朝着南天门方向掠去。眼见2人离去，玉帝嘴角的笑意彻底漾开，他心神一动，光华流转的昊天镜再次浮现在掌中，让朕再看看此次罗轩出手又会是何等光景。他喃喃自语，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期待。若是这顽石连南明离火都能扛过去，那这谈起可就真有意思了。殿中其他仙神也屏息凝神，纷纷探头，将目光汇聚于那片小小的镜面之上。与此同时，花果山之巅，那块饱经风霜的仙石内部，一缕沉睡的意识忽然被触动，已睁开了双眼，感知穿透石壁，落在了外面2个小小的身影上。那2只曾在你身边嬉戏的小狐狸，如今已然长出了3条蓬松的尾巴，正用清脆的声音欢呼雀跃：“我们能说话了，太好了，就快要化形了。”女生，石胎中的你感到一丝新奇，还是2只小母狐？就在你思量之间，那2只小狐狸忽然停下嬉闹，转过身，对着仙石恭恭敬敬地拱起前爪，拜了下去：“阿紫、阿红，感念仙石前辈造化，助我姐妹开启灵智，请受我等一拜。”看着他们憨态可掬的模样，你心神一动，刹那间2道温和的清气从石缝中悄然渗出，如无形的手掌般将2只小狐狸轻轻托起。突如其来的托举之力，让2只小狐狸大吃一惊，惊喜地瞪大了双眼。仙石前辈有灵。面对2只小狐狸的询问，你并没有回答，只是重新继续修炼，同时看向自己的信息。短短月余，借助系统和自身苦修，你的修为便已来到金仙2重，神通法宝更是琳琅满目。这等底蕴，几乎快要追上原著中花费数年才达成的境界。你对自己的修为颇为满意，照这个速度，不等西游开始，我便能拳打天庭幼儿园，脚踢灵山敬老院了。然而这份得意并未持续多久，一股紧迫感旋即涌上心头。虽有混元禁制庇护，但西游大劫关乎天地大域，我若一直龟缩不出，难保不会引来玉帝、如来那等准圣，甚至是圣人亲自出手。随即你眼神一凝，主意已定，必须抓紧时间，在他们失去耐心之前，将修为推到足以硬汉一切的境地。念及此，收敛了心神，继续运转8、9玄功，疯狂淬炼己身。石胎之外，2只小狐狸见仙石毫无反应，便自行脑补起来：仙石前辈定是个高冷之人，我们莫要再打扰了。他们乖巧地重新贴上石胎，借着溢散出的大道灵域，安心休息。这月余的收获已然抵得上他们100年苦功。云端之上，倚着白象打盹的普贤菩萨缓缓睁开眼，目光闪烁地看着这一幕。这2只小狐狸倒是好机缘，可惜这顽石迟迟不见出世的动静，真是苦煞我等。就在他百无聊赖，犹豫着是否要亲自上天催问之际，天穹之上风云突变，观音菩萨脚踩莲台，领着一位赤发红髯的神将径直朝花果山而来。来了！普贤精神一振，连忙翻
翻身下降，迎了上去。观音师妹，你可算来了。观音轻轻颔首，随即侧身介绍道：上次雷公电母修为不足，又恐顽石有雷法抗性，故而我向天界再请了一位元首，此乃火德星君罗轩，师兄应当认得。认识，自然认识。普贤脸上堆满笑意，热情地看向罗轩。罗轩师弟曾与我等同属一脉，说来也是自家人，此次便有劳师弟。然而他热络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罗轩一脸冷漠地打断。罗轩不敢与菩萨高攀，即便追溯过往，你我一分属产劫二教，谈不上熟悉。此次下界乃是奉陛下之命行事，还请菩萨称我职务便可。罗轩的冷言冷语让普贤脸上热络的笑意瞬间僵住，神情尴尬到了极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头的不快，只是眼底深处却有一抹阴鸷意闪过。若非佛门有求于人，他绝不会拿热脸去贴这冷屁股。普贤的声音恢复了平淡：好，那便有劳火德星君，助我等将这顽石炼化出世。罗轩这才将目光投向下方的花果山巅，当他看到那块静静矗立的仙石时，嘴角不由得扯出一抹轻蔑的冷笑。我当是何等棘手的存在，竟让两位菩萨束手无策，原来只是一块尚未化形的顽石。星君切莫大意，一旁的观音菩萨适时提醒，此顽石根脚非凡。岂料罗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石头而已，就算是女娲补天所剩的五彩石，也终究是块石头，区区顽石，顷刻便能炼化。说着，他甚至带着几分炫耀地看向观音：大使，你可得盯紧了，莫要让我一不小心将它整个炼化，连里面的灵胎都给烧死了。面对罗轩的狂言，观音菩萨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：星君尽管放手施为，贫僧会随时出手护住石中神灵。得了这句保证，罗轩仿佛再无顾忌，仰天哈哈大笑。他猛地张口一喷，太乙金仙的修为顷刻爆发，一道遮天蔽日的火龙咆哮着，朝着下方的仙石狂卷而去。刹那之间，天地被炙热的火焰笼罩，空气都因这恐怖的高温而扭曲。观音与普贤的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期待之色。山巅之上，躲在仙石下方的两只小狐狸眼见漫天火海压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毛茸茸的尾巴被撩着，连忙拼命往石台底下缩去。罗轩的冷言冷语让普贤脸上热络的笑意瞬间僵住，神情尴尬到了极点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头的不快，只是眼底深处却有一抹阴鸷意闪过。若非佛门有求于人，他绝不会拿热脸去贴这冷屁股。普贤的声音恢复了平淡：好，那便有劳火德星君，助我等将这顽石炼化出世。罗轩这才将目光投向下方的花果山巅，当他看到那块静静矗立的仙石时，嘴角不由得扯出一抹轻蔑的冷笑：我当是何等棘手的存在，竟让两位菩萨束手无策，原来只是一块尚未化形的顽石。星君切莫大意，一旁的观音菩萨适时提醒，此顽石根脚非凡。岂料罗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话：石头而已，就算是女娲补天所剩的五彩石，也终究是块石头，区区顽石，顷刻便能炼化。说着，他甚至带着几分炫耀地看向观音：大使，你可得盯紧了，莫要让我一不小心将它整个炼化，连里面的灵胎都给烧死了。面对罗轩的狂言，观音菩萨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：星君尽管放手施为，贫僧会随时出手护住石中神灵。得了这句保证，罗轩仿佛再无顾忌，仰天哈哈大笑。他猛地张口一喷，太乙金仙的修为顷刻爆发，一道遮天蔽日的火龙咆哮着，朝着下方的仙石狂卷而去。刹那之间，天地被炙热的火焰笼罩，空气都因这恐怖的高温而扭曲。观音与普贤的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期待之色。山巅之上，躲在仙石下方的两只小狐狸眼见漫天火海压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毛茸茸的尾巴被撩着，连忙拼命往石台底下缩去。唐庚，玉帝的声音悠悠传来：正官你半天不语，可是有不同看法？太白金星这才回过神，躬身作揖，神色却不似其他仙神那般笃定。陛下，依臣看，这仙石非同寻常，它似乎在吸收火德星君的真火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愈发凝重：此景与先前雷公电母降下雷法时竟如出一辙，或许结果会出人意料。话音刚落，便有仙神忍不住反驳：即便他能抗住真火，可别忘了罗轩的诸多法宝，一旦手段齐出，他定然撑不过去。面对质疑，太白金星只是抚须一笑，不再争辩，那便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与此同时，花果山顶，罗轩感觉自己的腮帮子都快吹僵了，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火来。整整3天3夜，他倾尽全力的本源真火，竟没能在那石台上留下一丝一毫的焦痕。不仅如此，那顽石仿佛一个无底洞，不等火焰蔓延开来，便被他尽数吸入石身之中，连周围的山顶都未曾波及。不对劲！罗轩猛然停下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我的本源真火竟然伤不了他分毫，反而被他全部吸收了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恍然大悟，难怪雷公电母束手无策，连身为太乙金仙的自己都感到棘手。这块顽石的根脚远超所有人的想象。就在罗轩收起神通，又惊又疑的愣在原地时，一旁观望许久的普贤菩萨终于忍不住朗声大笑起来：火德星君，你这真火似乎不太行啊。观音菩萨也调侃道：这顽石让你烧了数日，连点石灰都未曾见掉落，莫不是掺了水？此言一出，先前还趾高气扬的罗轩脸色瞬间一沉，眼中闪过一丝恼怒，但转瞬便化为冰冷的傲慢。他冷哼一声，目光扫过面露一色的观音菩萨：菩萨多虑了，我先前仅用本源真火，是怕伤及这顽石根基，如今看来他却有几分神意，那本星君也正好可以放手施为了。罗轩猛然一挥手，一个通体赤红、上刻鎏金纹络的宝壶骤然显现。万压壶！普贤脸上的笑意瞬间收敛，与观音对视一眼，皆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。此壶乃是祝融氏散播天下
下火种之祖器，由天地间第一缕凡火本源历经千载功德所化，是极为霸道的后天至宝。当初罗轩便是凭此物欲要火焚西岐，若非龙吉公主出手，早已酿成滔天大火。此刻罗轩手持宝壶，眼中狠辣之色毕现。顽石，你不是喜欢熄火吗？那你便来尝尝我这万压壶的厉害。说罢，他以灵力催动宝壶，刹那间壶口洞开，凄厉的鸦鸣撕裂长空，成千上万只火鸦嘶鸣着从中飞出，眨眼便布满天穹，汇成一张遮天蔽日的火焰大网，朝着下方的石胎疯狂扑去。火鸦过处，天地浸染烟火，双目喷射的火光宛如末日降临。这恐怖的景象让石胎下的两只小狐狸惊恐的浑身炸毛。所幸石胎之上分出一缕清气将它们护住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更为澎湃炙热的力量自石胎内部轰然散开，竟是要将这漫天火鸦反向炼化。天界凌霄宝殿，昊天镜中的景象让殿中众神一片哗然。是万压壶，火德星君竟祭出了他的成名法宝。此壶火鸦乃万火本源所化，那顽石绝技扛不住了。有仙神立刻转向太白金星，带着几分得意：“太白星君，你这次的眼光恐怕要出错了。”然而面对众人的断言，太白金星却只是定定地看着镜中那块在火海中依旧沉稳的石胎，目光闪烁，缓缓吐出几个字：“结局未定。”诸位的结论下得太早了。轰隆隆，花果山上空，遮天蔽日的火鸦悍不畏死，如同飞蛾扑火般前赴后继地撞向石胎。每一只火鸦都带着焚尽万物的法则之力，在石胎上溅射开来，发出阵阵刺耳的滋啦声响。看着这一幕，悬于半空的罗轩嘴角终于勾起一抹胜券在握的冷笑。这可是蕴含法则之力的本源之火，就算太乙真仙也不敢应接。你区区一块顽石，如何能挡？然而下一秒，他嘴角的笑意便陡然凝固。只见花果山上空，那铺天盖地的火鸦狂潮，在触碰到石胎的瞬间，竟如冰雪遇骄阳般消融。一只只火鸦口中喷出的烈焰，化作最精纯的炎火本源，被石胎贪婪的吞噬。这哪里是焚烧，分明是捕。看着自己的火鸦大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陨，而那顽石却在火光中愈发显得温润神异。罗轩彻底绷不住了。我说火德星君。一旁普贤菩萨怀疑的目光再次投来，语气里满是玩味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藏拙？莫不是真怕伤了他，不敢尽全力？这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抽得罗轩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他先前才放出豪言，转瞬便可炼化，结果连压箱底的万压壶都祭了出来，却成了对方的养料，强压下心头的屈辱。罗轩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冷哼：“普贤菩萨无需用话激我先前不过用了5成神力，倒是未曾想到这顽石竟能挡下我的万压壶，看来是本星君小瞧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休怪我了。”一声怒吼，他身躯暴涨，肌肉球节扭动间，竟在刹那间化作3头6臂的愤怒法相，6只手臂分持万压壶、万里起云烟、赵天印、五龙轮等数件法宝，3张面孔同时喷涌出3道颜色各异的真火，毁天灭地的气息直冲云霄。须臾之间，天穹之上火箭如雨，2条狰狞的火龙咆哮而下，更有一方遮天大印挟万军之势，同时朝着下方那块小小的石胎镇压而来。眼见此景，普贤瞬间闭上了嘴，他知道罗轩这是被逼急了，彻底动了真格。与此同时，天庭内望着昊天镜中那毁天灭地般的景象，众仙神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3头6臂，火德星君连压箱底的法相和法宝都尽数祭出，这是动了杀气啊！殿中众仙神议论纷纷，他们虽见识了顽石的神意，却仍不信他能挡住火力全开的火德星君。唯有玉帝半支着脸颊，望着昊天镜中的景象，嘴角的笑意愈发意味深长，有点意思。花果山上毁天灭地的攻击已然临头，石胎之中的你感受到这股力量足以将整座花果山夷为平地，眼中瞬间寒芒爆闪。罗轩，你竟敢如此罔顾生灵，焚我山脉，这本是你未来的家园，山中的一草一木早已视若亲族。罗轩此举彻底触碰了你的逆鳞，本不想暴露，但你自寻死路，那就休怪俺老孙了。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大日真火。思量间，那漫天火箭与2条咆哮火龙已然扑至，遮天大印更是挟万军之势轰然砸下。面对这夹杂着物理与法则的混合攻击，你心神一动，一层晦涩的混沌静止纹路在石胎表面一闪而过，竟将那漫天火箭与泰山压顶般的赵天印尽数弹开，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。紧接着，石胎仿佛化作一个无底漩涡，将2条火龙连同所有烈焰神通在瞬间吞噬得一干二净。无知神通尽出，看你如何防御。天穹之上，罗轩正自冷笑，准备欣赏顽石化为飞灰的场景。可下一秒，他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只见那仙石在吞噬了他的火焰之后，竟骤然亮起刺目的赤红光芒，石壁之上流火翻涌，仿佛一轮初升的大日降临于花果山之巅。这时，罗轩与一旁的观音普贤同时瞪大了眼睛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还不等他们惊疑，那石胎大日之上猛然轰出一道凝练到极致的金色真火，径直朝着罗轩袭来，主动攻击我。罗轩先是一愣，随即怒极反笑：区区顽石也敢在我火德星君面前玩火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让本君来会会你这火焰有何斤两。面对真火攻击，此时的罗轩竟是不避不躲，直接自信的伸手朝着吹过来的真火一把抓去。下一秒，罗轩原本自信的表情瞬间凝滞，随后如遭雷击一般连忙缩回了手，眼珠子瞬间溜圆，口中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：好烫好烫好烫！只见他的手掌在接触到金色真火的刹那，便被瞬间烧成焦炭，那火焰更是如枯骨之躯，沿着他的手臂疯狂蔓延，任凭他如何催动神力，疯狂甩手，都无法将
气扑灭分毫。眨眼之间，他半只手臂已化为焦炭，而且火势还在向他身体蔓延。罗轩彻底破防了，也在顾不得什么脸面，惊恐地朝着身旁的观音菩萨嘶声求救：“两位菩萨，还请出手救我！”面对罗轩的求救，此时的观音也是眼疾手快，心神一动，手中杨柳枝挥出，一道甘霖从净瓶之中洒出，瞬间将罗轩手臂之上的真火熄灭。随后又是一道甘霖滴落，竟是令罗轩原本化作焦炭的手臂滋养生机，血肉自中缓缓长出。至于下方继续烧来的真火，也被观音菩萨大袖一拂，全部浇灭。眼见此景，罗轩这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连忙道谢，感谢观音大士出手相救，否则罗轩几十万年修为，今日恐怕要栽在这里了。眼见观音出手，下方的你也不再动手，身上火光隐去，逐渐恢复正常。看着此时狼狈不堪的罗轩，一旁的普贤不由得语气挪郁：“火德真君，看来你这火法也不怎么厉害嘛，竟是被一块尚未化形的顽石给差点烧了。”普贤师兄住嘴！普贤话音未落，便被一旁的观音菩萨直接打断。若是贫僧没有看错，方才火烧罗星君的这火焰不似凡间之火，是太阳真火。罗轩感受着自己臂膊之上传来的疼痛，看着下方的石胎，目中满是惊惧之色。没想到这顽石尚未化形，竟能施展太阳真火。他对火之法则的理解犹在我之上。随后对着身前的观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：“菩萨，这顽石神异，竟能掌握太阳真火，是罗轩无能，无法烧动其身，此行恐怕要令菩萨失望。”面对罗轩的行礼，观音菩萨只是轻叹一声，目光中流露出几分了然：“罗轩星君，此事不怪你，谁又能想到这顽石不仅天生清火，竟还内蕴一丝太阳真火。”观音的视线落在下方那块依旧灼热的仙石上，语气愈发沉重：“如此下去，非但无法伤其分毫，反而会成为他的资粮，令石中神灵愈发强大。也罢，今日之事暂且作罢，还请星君回天庭复命吧。”罗轩闻言，忌惮的最后瞥了一眼那块让他颜面尽失的仙石，这才对着观音再施一礼，驾着火云狼狈的逃离了此地。眼见罗轩灰溜溜的走了，一旁的普贤菩萨却撇了撇嘴，先前积压的不满终于显露出来。哼，来时何等狂傲，结果还不是这般下场。什么火德星君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观音并未理会他的牢骚，目光重新投向石胎，若有所思。片刻后，他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猛然转向普贤：“普贤，先前罗轩出手时，你可曾察觉到静置的气息？”静置。普贤闻言一怔，双目不由得微微眯起，努力在漫天火光中搜寻那转瞬即逝的记忆。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当时天地皆被烈焰笼罩，那丝异样波动闪烁得太快，他虽似有所感，却根本无法确定。师妹，你看见了？观音轻轻摇头，我也只是在那一瞬间，隐约瞥见顽石上似有符文闪烁，但实在看不真切。普贤有些迟疑地提议道：“要不我们再出手试试？”不行。话音未落，便被观音厉声打断：“你我乃是准圣修为，岂能随意出手？若是伤了这顽石的本源，动摇了西行大劫的根基，你我谁能担得起这个罪责？”观音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平复下翻涌的心绪。2次请天庭相助都无功而返，佛祖的嘱托算是被我二人办砸了，看来必须得我等亲自回灵山请示佛祖，看他老人家如何定夺。普贤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，事关重大，就依师妹所言，我等速回灵山。主意已定，二人不再耽搁，一个架起莲台，一个乘着白象，化作2道流光径直朝着灵山方向掠去，直到那2股令人心悸的威压彻底消失在天际，下方仙石之中，你才终于悠悠地吐出了一口长长的浊气。总算走了。被2位准圣大能时刻盯着，那股压力几乎让你窒息，尤其是先前罗轩那不计后果的疯狂举动，已然彻底触怒了他。若非观音出手阻拦，一定要让那所谓的火德星君尝尝什么是真正的太阳真火。思绪流转间，你的神念沉下，化作一道温和的意念，轻轻拂过石胎下瑟瑟发抖的2只小狐狸。别怕，他们已经走了。那温暖而沉稳的声音仿佛有种奇异的魔力，瞬间驱散了他们心中的恐惧。2只小狐狸惊喜地抬起头，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，随即毫不犹豫地朝着仙石跪拜下去。多谢仙石前辈庇佑，此番大恩大德，小妖刻骨铭心。与此同时，9重天阙凌霄宝殿之内，当灰头土脸的罗轩走进大殿时，即便众仙神已通过昊天镜知晓了前因后果，依旧忍不住窃窃私语：堂堂火德星君，竟落得如此狼狈。刺耳的议论声中，罗轩一眼瞥见玉帝身前尚未收起的昊天镜，心中顿时一片冰凉，瞬间明白了所有。他不敢有丝毫迟疑，连忙上前躬身请罪：陛下，罗轩无能，未能助观音尊者破开石壁，还请陛下降罪。玉帝却只是轻轻一摆鎏金大袖，声音听不出喜怒。无妨，朕已尽揽全局，此事非你之过，是那顽石太过神异，竟能吸收雷霆本源，更内蕴一丝太阳真火，你受本源压制，落败亦在情理之中。听到玉帝非但没有责备，反而为自己开脱，罗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感动不已。多谢陛下体谅。玉帝的目光落在他那条尚未痊愈的焦黑臂膀上，嘴角勾起一抹莫测的笑意。今日辛苦仙卿了，且先退下好生休养吧。随即他挥手示意众仙退朝，待百官散去，殿中只剩下玉帝与太白金星2人。太白金星犹豫地挪动了一下脚步，欲言又止。玉帝仿佛背后长了眼睛，淡淡开口：长庚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得到允诺，太白金星这才小心翼翼地躬身问道：陛下，雷公与罗轩星君接连受挫，难道我天庭便就此作罢？作罢。玉帝发出一声轻笑，他悠然地看向太白金星：长庚，你以为朕真的在乎那区区功德气运？太白金星微微一愣，这顽石身负的大劫气运是佛门兴盛之运，与我天庭何干？玉帝的语气陡然转冷，目光穿透凌霄殿，望向遥远的虚空。若非当年封神大劫欠下的因果，朕岂会坐视那灵山做大？他的视线缓缓扫过空旷的大殿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。朕已做足了姿态，这因果便算不上我天庭的责任。我倒是要
要看看这顽石一日不出世，他们佛门的西行大计还如何开启。看着玉帝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，太白金星心中顿时一片了然，他深深躬身，再不敢多言。臣明白了。与此同时，西方灵山大雷音寺气氛凝重，高坐于莲台之上的如来佛祖敛去了平日的慈悲法相，眉头紧锁，金色的眼眸中满是惊疑。净瓶甘霖无效，天雷神火无伤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回荡在空旷的大殿中，压得下方的观音与普贤几乎喘不过气。观音菩萨双手合十，声音中带着一丝汗颜：“正是，弟子辜负了佛祖厚托。”一旁的普贤菩萨也连忙补充道：“佛祖，那顽石极为古怪，竟能自生雷霆本源与太阳真火，寻常手段恐怕难以奏效，不该如此。”如来的手指在莲台扶手上轻轻敲击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此时命数，本座早已推演，一切尽在掌握。为何短短2月，竟生出如此多的变数？面对佛祖的质问，观音与普贤陷入了沉默，殿内的空气仿佛都已凝固。良久，如来的目光重新落在二人身上，嘴唇轻启，两位尊者似乎已有所猜测。普贤菩萨犹豫片刻，终是忍不住开口：“佛祖，贫僧以为此事背后恐有推手，否则顽石命数岂会在旦夕之间偏离至此？能屏蔽佛祖您的天机推演，这推手只能是慎言。”普贤话音未落，便被如来一声低喝打断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如惊雷炸响，让整个大雷音寺都为之一颤。如来不再看他，转而望向观音：“观音大士，你的看法呢？”观音心头一凛，谨慎地说道：“佛祖，贫僧以为普贤菩萨所言不无道理，当然，或许其中也有我等未曾勘破的玄机，方才所言仅是推测。”听到这番话，如来紧绷的神色才稍稍缓和。此事本座自有计较，但你们要记住，圣人之事不得妄议。说到这里的如来看向观音菩萨：“观音尊者，西游之事多是你来安排，以下去继续考量观察，看那顽石还有没有其他出世可能。”话音至此，如来微微一顿，金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决绝。倘若再有差池，本座便只能亲自去请动2位老师了。2位老师，观音与普贤心头猛地一震，瞬间明白了这4个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。接引准提，那可是西方的2位圣人，若圣人亲自出手，这3界之内还有何事不可为？一时间，先前笼罩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，二人眼中重燃光彩，齐齐躬身行礼，谨遵佛祖法旨。与此同时，花果山之巅，你的灵石正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，脑海传来系统的声音：“恭喜宿主成功抵抗火德星君，延缓出世，奖励开始发放。奖励极品先天至宝混沌钟，奖励琼浆仙药20坛，6000年蟠桃20枚，功德气运1000万点。”什么？极品先天至宝？你的全部心神都被混沌钟占据？那可是传说中开天辟地后，由盘古神斧伏柄所化的3大先天至宝之一。心念一动，一尊古朴玄奥的大钟便悬浮于你的意识空间之内。钟体之上，日月星辰、地水火风的景象环绕不定，一股镇压鸿蒙、颠倒时空的无上威压扑面而来。顷刻之间，无数关于混沌钟的玄妙用法涌入你的元神。此宝不仅能禁锢时间、镇压空间，既出体外可万法不侵，更能化作无上杀伐之气，镇压万灵。更让你欣喜若狂的是，钟内自成一方世界，蕴含着时间道域。以如今的境界催动，外界仅过1日，钟内便可流逝100年。哈哈哈！时态之内，也按捺不住众生长啸。时间，修行路上最大的桎梏，如今竟以这种方式被彻底打破。有了此等神物，未来的修行之路将是一片坦途。这方天地的灵气已渐渐跟不上你鲸吞般的修行速度。然而，混沌钟的出现却彻底扭转了乾坤。若有这时间道域相助，再辅以大道蒲团，修炼的时间将100倍、1000倍的缩短。如此一来，何须500年？时态内的你心潮澎湃，只怕用不了多久，俺老孙便能冲破金仙，问鼎太乙，甚至一窥内准圣门境。思及此，已不再犹豫，心念一动，混沌钟瞬间将他笼罩，开启了时间道域。外界1日，钟内100年。当你从第一次100年修行中睁开双眼时，石胎之外已是月明星稀。你神念扫过，瞬间探入了身旁那2只熟睡小狐狸的识海。从他们那简单懵懂的记忆中，他确认了外界只过去了1天1夜。看来道域果然无法影响系统结算。这个结果让你心中大定，于是你留下一缕神识警惕外界，再次沉入混沌钟内，开始了更为漫长的苦修。光阴荏苒，外界不过半月，道域之中却已是1000余年光景。你的修为也从金仙3重一路高歌猛进，势如破竹的冲到了金仙7重，距离金仙大圆满仅有1步之遥。快了，就快到太乙金仙了。一旦迈过此阶，便能真正跻身3界顶尖大能之列。正当你摒除杂念，准备一鼓作气冲击瓶颈之际，一股突如其来的灵气漩涡在石胎外疯狂汇聚，硬生生将你从深度修行中惊醒。你循着那股力量望去，只见那2只一直依偎着你的小狐狸，此刻正被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包裹。它们的身后，不知何时已然修出了7条毛茸茸的尾巴，在灵气的吹拂下，如蒲公英般轻轻摇曳。这是要化形了。你饶有兴致地停下了修炼。片刻之后，光芒大盛，灵气散尽，那2只小狐狸竟化作了2名身姿曼妙、容颜倾城的绝色女子，一个身着红衣，眉眼间尽是浑然天成的妖娆妩媚，另一个则身披紫裳，眼波流转间上带着几分初化人身的青涩与纯真。石胎内的你见状，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。2个小家伙总算修成了正果。2名刚刚
刚化形的绝色狐妖携手转身，齐齐跪伏在石胎之前，深深叩首。多谢仙石前辈护佑，助我姐妹二人化形。你心神微动，一股柔和的清气便将他们轻轻托起。不必谢我，能在此化形是你们自己的机缘。如今大功告成，便去寻你们的自由，遨游这广阔天地吧。岂料听到这话，两名狐妖的身子却猛地一颤，刚刚褪去懵懂的眼眸中瞬间噙满了泪水，婆娑地望向石胎。仙石前辈这是要赶我们走吗？你被他们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弄得有些哭笑不得，并非要赶你们走，只是你们既已化形，难道不想去体验这大千世界的精彩？面对你的询问，两名狐妖却将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。不想我姐妹二人的一切皆源于前辈馈赠，早已习惯了常伴前辈左右。若是前辈不弃，还请让我们留在这里侍奉前辈。这番情真意切的恳求，竟让你那颗坚如磐石的心也泛起了一丝涟漪。片刻的沉寂后，以爽朗的笑声从石胎中传出。好，那便依你们所言，我这石胎便做你们的倚靠吧。随即你心念一动，那无形的混沌中时间道域猛然扩大，瞬间将两名狐妖也笼罩其中。刹那之间，他们只觉得周遭天地的时间流速发生了变化，两双美眸中顿时充满了震惊。这是扭曲了时间。多谢仙石前辈厚赐。两妖再次拜服，激动得无以言表。他们对视一眼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前辈如今身处仙石之中，行动不便，若有任何需要，我姐妹二人万死不辞。倒是暂无需求。你的声音依旧平淡，说起来我还不知该如何称呼你们。听到这话，两名狐妖连忙回道：回禀前辈，我姐妹二人刚刚化形，尚未有名讳。前辈与我等有再造之恩，还请前辈赐名。你沉吟片刻，目光在他们一红一紫的衣裳上流转。也可，我观你们一紫一红，那便红的叫赤霞，紫的唤紫萱吧。此时的赤霞和紫萱双目之中露出了兴奋之色，忙对着你再次行礼。赤霞、紫萱多谢仙石前辈赐名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每天就沉浸在混沌中的时间道域之中修行。当然，除了对修为上的勤勉修习，还抽空练习一些记忆之中的基础棍法。南海普陀山，普贤一脸愁苦的看向和自己一同回来的观音。观音师妹，你说那顽石要怎么才能出世？面对普贤的询问，此时的观音也是眉头紧紧的皱起来。这顽石久不出世，定然还有我们遗漏的想法。听到这里，普贤的眼珠一转，看向观音，要不我们派个人去花果山附近盯梢？面对普贤的提议，观音轻轻点头，正有此意。这样，你唤降龙罗汉前来，我有一计。